注意看，几乎是眨眼的时间，老哥便从阿瑟的埋伏中冲了过去，也不知道破胎器有没有生效。好在阿瑟还有后手，一辆道奇充电器在第一时间起步跟了上去。可面对这辆凯迪拉克 CT5V Black V， 他又能否成功完成任务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肯塔基州的阿瑟接到队友求助，他在高速巡逻时发现一辆凯迪拉克故意遮挡车牌，而且车速还快到离谱，不一会儿就被他远远的甩开。于是便联系了多位阿瑟在前方匝道提前设伏。现在阿瑟已经赶到现场，两位队友正在争分夺秒的布置破胎器，毕竟按照老哥的车速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可能并不多。通过队友的描述，阿瑟们知道了目标，现在只等收网。或许是埋伏的地点提前的太远，又或许是高估了老哥的车速。三位阿瑟在这罚站的3分钟都没有看见目标，而只要老哥没出现，阿瑟就得时刻全神贯注的盯着。毕竟以老哥的车速，这种机会转瞬即逝。就在这时，眼尖的阿瑟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正在快速靠近，通知队友的同时，他也迅速回到车上待命。负责破胎器的阿瑟也是连忙拽动了手上的绳索，只是眨眼间，老哥便呼啸而过，这速度只怕是不低于200公里每小时。这里有2个细节，我们可以回看一下。当老哥的车辆驶过时，破胎器高高跃起，这并非是阿瑟拽动的效果，而是轮胎碾压带起来所导致的。这就说明老哥并没能避开破胎器。而第二个就是老哥所驾驶的这辆车，并非是队友所说的 CTS。从外形来看，这是一辆凯迪拉克 CT5，而且还是一辆 V8 版的 CT5V。它搭载6.2升机械增压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668，搭配上10AT 变速箱，100公里提速仅需3.4秒，最高车速更是能超过320公里每小时。如此强悍的性能，如果没有破胎器，只怕根本无从下手。可能是想着老哥已经大残，阿瑟跟在后面几乎是在闲逛。当跑了一会儿之后，阿瑟发现实际的情况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。明明是亲眼目睹老哥压到破胎器的惨状，可跑了这么久，放眼一望，哪里还看得到老哥的车辆？不是吧，阿瑟，大残你都跟不上。这要是都叫老哥跑了，扔破胎器的阿瑟只怕是有些失望。此时阿瑟依旧用180公里的时速在路上不慌不忙，可跑了这么久，依旧没有要跟上老哥的半点迹象。难不成刚才大家都看错了，老哥根本没有中招？还是说这位阿瑟是卧底，在故意给老哥争取时间？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原来是只小黄鸡，那这一切就显得十分合理。难不成今天要出现破胎成功还跟丢的场面？虽说概率不大，但在小黄鸡身上一切皆有可能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先呼叫队友。在呼叫完队友之后，路上的车流也逐渐变少，阿瑟终于将车速提到了200公里每小时。相信不少小伙伴都会觉得画面并没有200，但这并非是我信口开河。地上白色的虚线，每一条3.66米，每一条虚线之间的空隙为9.14米。而阿瑟在短短的7秒钟里跑了32组虚线，最终计算下来，他的时速大约在210公里左右。而正是因为速度的提升，才终于让他有机会在道路的尽头看见一个快速移动的小黑点，模糊的像个像素格一样。只怕是还没跟上老哥，眼睛率先罢了工。要我说，就该把妙界蒸汽雾化眼部按摩仪带上，雾化、点阵、按摩、热敷4合1，点阵降噪技术杂音小，按着阿瑟眼睛亮成探照灯，老哥往哪跑都能来个爱的贴贴。阿瑟眼睛疲劳可不行，严重的干眼症、青光眼找上门，追捕老哥就歇菜。还好有妙界，出雾量大，水汽细密，配上热敷，加速泪液分泌，眼前立马亮堂堂。要是熬了夜，冷水一敷，红血丝、黑眼圈全镇压，大几百的雾化再也不去。还有点阵按摩头，精准打击眼周穴、太阳穴，眼袋全照顾。一轮眼操做完，跟老哥贴贴再也不费力。5种续航模式长，还遮光不压鼻。睡前连个蓝牙，放点小曲，助眠真叫绝。大家趁3、8节你券超底价，快把3合1的妙界带回家，售后靠谱礼和美，还有贺卡送心意，趁开工犒劳自己或送人都不错。终于有了老哥的下落，阿瑟信心大增。与此同时，好消息也接踵而至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地面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小黑点，越往前走，出现的面积就越大。此时阿瑟终于能够确定，老哥至少有一条轮胎已经报废，这回拿下老哥总该稳的吧？他兴奋地通知队友：大残！话虽如此，当阿瑟爬上这个坡顶，在观察老哥的位置时，却惊讶地发现，老哥的车早已超出了他的视距范围。
细心观察的小伙伴就会发现，虽然这一路下来一直都看不见老哥的尾灯，但好在阿瑟起步到现在路上没有出现一个路口，也就是说至少方向上不会有错。而随着两人一路狂飙了4分钟之久，道路右侧终于出现了老哥被扎胎引来的第一个路口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如果老哥已经爆胎，肯定会选择从这儿走，毕竟爆胎了还继续跑下去，哪怕面对的是小黄鸡，也迟早要失手。但以上只是我们正常的分析逻辑，小黄鸡往往都不按套路出牌。面对跑了这么久唯一出现的路口，虽然他放慢了车速，但却并没有打算变道，而是直直的冲过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面对一位已经爆了车胎的老哥，阿瑟居然还能看不见尾灯，小黄鸡的名号彻底坐实。感觉不太对，那能对吗？我们把时间倒退20秒，阿瑟则到达匝道前，经过了一座立交桥。这个桥上发生着另一个故事，这是阿瑟早些时间呼叫的队友正在赶往现场，但是按照老哥的车速，他慢了一大拍。现在他正在经过横跨高速的这座立交桥，然而来得早是真不如来得巧，刚到高速上方就看到老哥下了匝道，正好的拥有了一波上帝视角。原本按照他这个速度，等他绕上高速还要落后小黄鸡一大截，更别说这还是一辆雪佛兰太浩，上了高速也只能乖乖跟在后边。现在却是误打误撞的刚好去到了老哥前方，在这个匝道出口，阿瑟突然出现，下了老哥一个机灵。眼看老哥还想闪躲，阿瑟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360度的大风车贴贴，本就爆掉了一个轮胎的老哥，此刻在这辆大块头太浩面前简直像个玩具车。一辆如此凶猛的凯迪拉克 CT5V 就这样被阿瑟推进了沟里，至此彻底油尽灯枯，再也动弹不得。都说小黄鸡是捡漏王，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人能捡小黄鸡的漏。就这样，车里的2位老哥被这位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成功拿下。该说不说，如果不是这位阿嫂出现的时机刚刚好，老哥下了高速都不会有人知道。只能说老哥命里有此一劫，而凭借着3条轮胎还能将阿嫂的道奇充电器给拉爆。不论是凯迪拉克还是车里的这位老哥，确实都有点东西。最终，这位老哥被指控超速、逃离警察、持有西方树叶、故意遮挡车牌、车窗膜颜色过深和无证驾驶等多样罪名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